91张西瓜真的那么好吃吗？苏悠然刚切开那个西瓜，刘雅薇和刘雅闷也凑了过来，看着瓜瓤是绿色的，两人都有点疑惑，这到底能不能吃？正当他们猜测时，苏悠然已经率先尝了一口，姐妹俩立刻盯着她的表情，想通过她的反应判断味道如何。谁料苏悠然刚咬一口，立马呸的一声吐了出来，接着嘴角不停地往外流口水，表情痛苦的像是中毒了一样。这是什么破瓜？酸死我了！她一边喊，一边把瓜甩了出去。刘雅薇和刘雅梦当场笑疯，笑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腰来，其他人也围了过来，看到苏悠然一脸苦相，而那对姐妹却笑作一团，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怎么了？罗蒙问。苏悠然无奈地指了指地上的瓜，难道不好吃？罗蒙笑着追问。酸。苏悠然痛苦地挤出一个字，大家听完也都笑了，只有安晨宇没笑，反而摇头，连熟不熟都分不出来就吃。苏悠然一脸委屈，我哪知道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西瓜，智商再高也架不住没见过。其实并不是所有水果都甜，有些星球的生物没有味觉，他们只在乎营养和能量。苏悠然只是运气不好，吃了个生的。基地里难道没有水果介绍？罗蒙忍着笑，站起身问。当然有介绍，那边的控制平台上应该就有。安晨宇指了指一个转角处，走了过去。几人刚离开，地上的瓜皮和瓜汁忽然掉入地缝，地面立刻闭合恢复，干净的像没发生过。安晨宇走到平台前，平台随即升起，浮现出一个虚拟屏幕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特殊字符，没有人能看懂，分7屏，横向排列。他用思维下达指令，屏幕瞬间分裂为7块，依次横向悬浮在空中，每人一个屏幕。看不懂的内容可以用思维联系主机，主机会用思维方式讲解。安晨宇提醒大家如何操作，其他人纷纷站到各自的屏幕前，用思维操控屏幕展开菜单，内容飞快的展开，包括字符、图片、3维影像、动画演示等。这种思维检索的方式极为高效，但信息量实在太庞大了，光是花卉品种就超过几百万种，水果和植物的信息更是数不胜数。苏悠然翻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那个酸瓜。这东西成熟时呈青黄色，本来就偏酸，不能单吃，需要搭配其他水果，否则会影响消化系统。吃水果还要搭配，第一次听说。苏悠然内心无语，但也彻底对他失去了兴趣。他又继续查询其他水果，是要找到几个好吃的，不然他实在不甘心。查了1小时，他终于筛选出几种美味水果，还意外发现有些花也能吃。刘雅薇几人也找到了不少，都各自记住了几种喜欢的口味。陈宇哥，这样查太慢了，难道不能随身携带查询系统？罗蒙提出疑问。时他们有种通讯器，在城市内可随时查询资料，不过暂时还没找到。安晨宇解释道。那这些通讯器一般放哪？刘雅薇也好奇，还没连上主控电脑，我也不知道放在哪，只能慢慢找。不急，不急，人类只剩6年时间。安晨宇怎么能一点都不急？但他却很淡定，因为他有保全文明的方法。而这个基地更让他放心了，这里容量巨大，储存几十亿人完全没问题，甚至很可能还有宇宙飞船，只要找到主控系统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关闭平台后，几人继续前进，走得越深，景色越奇幻，湖泊、河流、瀑布随处可见，仿佛置身远古森林。虽然走廊穿插其中破坏了些美感，但也有好处，有些走廊搭在水上，无需搭桥，直接通行。更特别的是，走廊底部是透明材质，可以俯瞰河流中央。本来几人还期待能看到鱼，结果水里空无一物，甚至连虫子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水里居然啥都没有？不可能啊，就算没鱼也该有虫吧。刘雅薇满脸疑惑，扭头看向安晨宇等他解释。第92章休息园区的基本情况。安晨宇解释道，这里是休息园区，禁止任何动物存在，哪怕是水里的鱼或昆虫都会被彻底过滤掉。所有休息园区的水系统彼此相通，水流在进入园区前就已经被严格净化处理，因此不会出现任何生物，包括最小的虫类。这条走廊上设有监控系统，一旦发现园区中出现未经授权的生命体，将立即受到走廊上配备的特殊辐射光线枪攻击，直至死亡。可以说，如果你们没有获得基地的准入许可，就算是人类也不可能在这里存活下来。这里的每1平方公里土壤中都埋有多个探测装置，整个基地的安全系统极为严密，至少对你们人类而言是如此。众人这才意识到，一旦没有许可进入基地，他们很可能连大门都过不去，就已命丧当场。这一刻，他们对人类科技的落后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。严格来说，你们并未真正被授权进入。安晨宇补充道，
目前只是我伪造了一些临时的进入许可，真正的权限认证必须通过主控电脑连接后才能进行录入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不会被攻击吧？刘亚薇紧张地问。其他人也纷纷露出忧色。不会，安晨宇淡定地回应，只要你们不攻击基地的能源系统，不去破坏结构核心，就不会触发任何致命机制。等我进入主控系统后，会将你们的身份信息正式写入许可库，并进一步提升权限。在安晨宇眼中，这些安全系统不过是低阶文明的小手段，并不值得太过在意。安大哥，罗浩天忽然发问，如果我们在休息园区走到一半，突然有什么急事需要返回怎么办？这里这么大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安晨宇指了指不远处，每个走廊的分岔口附近都有一个控制平台，只需通过平台，就能调出一种运行于走廊上方的轻型悬浮器。它的功能和我们进来时乘坐的悬浮器相似，只不过体积更小巧。刘亚薇回忆道，对，我刚才在虚拟界面中好像看到过介绍，除了快速返回，还可以利用机器人采摘果实。安晨宇点头，没错，他们要采集大量果实时，都会调用专门的采摘机器人。这类机器人通过控制平台调出，非常基础却极为高效。说话间，安晨宇走到一个控制平台前，思维连接后，地面随即开启，一台约1.5米高的机器人缓缓升起。与地球上的机器人不同，这个机器人完全为果实采摘设计，拥有10几条可自由伸缩的机械臂，最远可达30米，头顶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篮子，四足行走，头部则被省略。安晨宇发出指令，机器人立即飞快地行动起来，它身形灵活，速度惊人，不一会儿便返回。金属篮里堆满了一大串红色果实，看上去像葡萄，数量多达数百颗。他随手摘下一小串，扔进嘴里尝了几颗，然后递给了身边的罗蒙。罗蒙犹豫了一下，也摘了一颗放进嘴里，其余几人立刻观察他的反应，他并没有吐出来，但面露复杂神色。这水果带着微微的辣意，又甜中带涩，汁水极多，籽却只有米粒大小，味道实属罕见。见他又吃了一颗，其他人也纷纷从篮中取了一小串尝试，他们的表情变得微妙，显然也没吃过这种奇特口味。只有刘亚薇皱眉，将口中的果实吐了出来。我不喜欢辣的东西，这不好吃。说完便将剩下的水果扔回了篮子。倒是刘亚梦十分喜欢那种刺激感，一边吃一边笑，津津有味。姐妹二人果然口味差异巨大。演示完毕后，安晨宇将机器人送回地面，继续带队前行。他提醒道，如果你们想吃鱼，基地的捕猎区也有湖泊和水塘，那里的水里就有鱼，也许还有其他美味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几人心中虽一喜，但又不禁担忧，谁知道那里的鱼会不会吃人？别忘了之前还有蝴蝶会咬人呢。几人一路走走停停，在园区内闲逛，采摘新奇花果。原本进入基地时还有些紧张，但得知被临时授权，加上有安晨宇护着，众人渐渐放松了心情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所见新奇之物之多，已远远超过他们几十年来的全部经验积累。刘亚薇问，晨宇哥，为什么这里很多地方都是有授权密码？安晨宇解释道，基地很多区域存在危险，或需要特殊管理，如果没有密码授权，普通人或儿童误入可能会发生意外。这些密码是随机生成的，只有通过主控电脑验证身份后才能获取。整个基地分为12个大区，每个区由一台分控电脑管理。不过他们的管理体系仍停留在2级文明阶段，那些更高阶的文明并未向他们传授更高级的统管方法。第93章错误的推进文明的进化。罗蒙疑惑地追问，为什么高级文明不肯教授他们更完善的管理技术？安晨宇平静地解释，因为管理本身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体系，一旦掌握了高级的管理能力，将会直接推动整个文明加速进化，而这种进化往往带有不可控的毁灭风险。罗浩天也忍不住问，可是他们不是已经传授了很多技术，不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发展吗？安晨宇继续道，是帮助没错，但只限于基础技术，真正的文明进化必须通过长期的经验和缓慢积累。一个文明若在数百年内被强行推进，反而会自毁其身，那些高等文明并不会永远在旁协助，一旦他们撤离，被强行推进的文明很可能在结构未稳时全面崩塌，反而加速灭亡。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，其实你们地球也是一个例子。人类文明曾在近代突然跳跃式发展，诞生了牛顿、爱因斯坦、爱迪生等天才人物。这几位天才推动人类在短短300年内完成了几千年的进步，但同时也加速了资源的耗尽与环境污染。你们的工业革命始于1860年，到现在仅140多年，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，再过100多年，如果还无法实现星际移民，
文明将崩塌，届时石油、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耗尽，飞机无法起飞，汽车成废铁，电脑形同空壳，届时人类文明将被迫倒退回原始社会。安晨宇的语气没有一丝波澜，更可怕的是，这种不成熟的跃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污染，空气、水源、土壤，甚至你们的身体素质也一代不如一代。这种突进是一种慢性的文明毒药。他又补充道，我在宇宙中见过类似情况，一些所谓的研究型邪恶文明，喜欢将初等智慧种族当作实验对象，通过外力强行推进文明发展，再观察其崩溃过程。至今为止，这类实验从未成功过，地球也许就是其中之一。听到这里，众人皆沉默不语。罗蒙难以置信地问，所以你是说，有人有意摧毁我们人类数千年的文明？安晨宇神色不变道，有这个可能，否则你们的文明发展不会如此畸形，仿佛谈论的只是一个实验案例。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残忍？我们努力了几千年，就这样被毁掉？罗蒙情绪激动。安晨宇反问，你会为了倒一盆水，毁掉一个蚂蚁窝而觉得自己残忍吗？不会，他咬牙回应。可我们不是蚂蚁。安晨宇轻笑，也许当蚂蚁被毁掉家园时也曾这么想。他忽然换了个话题，我研究过地球的原始文明，发现许多族群都存在祭祀行为，不论是鸡牛羊还是人类本身，那是一种向更高级生命展现虔诚的方式，也是初等智慧文明的一种本能。我再讲个故事，他继续道，二战时期，一架德国飞机因故障被迫降在某岛屿，一群从未接触过文明的土著人误以为天神降临，对飞机顶礼膜拜。飞机修好飞走后，土著将飞机模样刻在石壁上，并奉为图腾膜拜多年。几十年后，科学家才在岛上发现这些壁画，了解了事情真相。远古文明、现代人类其实都一样，图腾、神奇、祭祀，这些只是低等智慧对未知的恐惧和向往罢了。六人听完这段话，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是啊，真正决定一个文明命运的，从不是信仰和图腾，而是自身的智慧与发展能力。落后的文明终究会被时代淘汰，他们默默走着，谁也没有说话，沉浸在思考中。随着路线的深入，园区中可食用的水果与花卉越来越多。最初大家还惊叹连连，但渐渐的也有些麻木了。有趣的、新鲜的、奇异的太多太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陈宇哥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这地方太大了，一时半会根本逛不完。刘亚薇终于开口，呵呵，你们逛累了就好，以后还有机会。安晨宇笑了笑，随即在控制平台调出7个小型漂浮器，几人依次登上，漂浮器缓缓升起，悬停在走廊上方的轨道之上，宛如滑翔列车般迅速驶向出口。第94章，先进的科技大楼。几人乘着悬浮器飞出休息园区后，停在了马路中央。听安晨宇介绍下一步的计划，安晨宇尚未开口，刘亚薇便率先发问，陈宇哥，这里没有洗手间吗？我想上个厕所。他话音刚落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显然都憋得不轻。他们的消化系统似乎与地球人不同，我还没查到他们的排泄方式，不过也没关系，给你们做一个洗手间就行了。安晨宇说完，便跳下悬浮器，朝最近的一栋3层楼房走去。这座建筑面积宽广，外形像一个巨大的空旷广场，约有1000多平方米。安晨宇来到中央的控制平台，连接系统仅几秒钟，原本空旷的空间瞬间转变为一座拥有走廊与房间的综合大楼，整体布局更接近人类常见的建筑构造，只是墙面、地板和天花板都呈现统一的银白色，显得极为简约。安大哥，这里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是银白色？不能换种颜色吗？王战提出了疑问。安晨宇笑道，当然可以，他们通过特殊的光反射原理来变换颜色，效果极其逼真。不过在内部设计中，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色彩。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视觉结构与人类不同，他话音刚落，地板忽然变成草地般的翠绿，仿佛真的站在草坪上，墙壁转为大海的蔚蓝，色泽浮动，如同微波荡漾，整个空间梦幻而不真实。若非天花板仍是银白，他们会以为身处实验幻境。这一幕太震撼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连麻木的神经都被瞬间唤醒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科技啊！罗浩天忍不住喃喃自语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这种技术把我们公司那些所谓的高科技玩具衬得简直不值一提。陈宇哥，我们能自定义这些视觉吗？那些场景是从哪来的？苏悠然忍不住追问，语气里满是兴奋。安晨宇回答，你们现在还不能更改，毕竟你们的许可是我伪造的，尚未通过主控电脑录入系统，一旦授权完成，你们就能自由更改这里的一切。资料库中包含关于建筑、结构、形状
颜色与神经交互等上千万种数据样本。说罢，他带众人进入旁边一间房间，开始详细讲解内部构造。这间房是按照地球的标准客房建的，有客厅、桌椅、沙发，这些全是可调节材料制作的，既可以柔软，也可以变硬，完全可随意调节。他指着房内配置继续道，房间内温度恒定，因此无需供暖或制冷设备。至于你们想吃冰激凌用的电冰箱，那得等找到能源接收调配器。他边说边带大家走进卧室，这是床，恒温系统让你不需要被子，但如果想做床具，可以从200多万种特殊材料中任意选择。安晨宇指着一面3平方米大的落地镜子说道，这是镜子，也是特殊材料制成，你们看，清晰度甚至超越现实。几人望着镜中的自己，仿佛面对另一个真实世界，不禁啧啧称奇。接着他带大家走进洗漱间，这里的水管是感应型，水流大小和温度都能手控调节，任何从建筑中流出的水都可直接饮用。这套水循环系统比人类的高级得多，几乎无污染，直接可饮。他指着洗手台旁边2个阶梯型的平台继续道，那是排泄用的装置，只要站上去，底部会自动开启，废物将被立即处理，丢垃圾也一样。只要看到墙角标有叹号符号，踩下即可开启垃圾口。那边是浴缸，我还加装了多功能喷水系统，不过由于能源调配器尚未找到，暂时无法加热或烹调，你们先吃自己带的食品吧，或去休息园区采摘。如果懒得亲自去，可在园区走廊控制平台召唤机器人，只需输入想吃的水果，机器人会自动采摘。他说完，又指了指门口的控制台，这里我加装了一个微型控制平台，包含房间内所有功能说明，你们可以自己慢慢查看。现在这里只有我们7人，我将一层划分为7个大房间，每个房间内部都有多个套间，门无锁，通过司控指令可自动上锁或解锁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要去寻找主控电脑。安晨宇交代完毕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。第95章找到主控电脑。晨宇哥，我们不能跟你一起去吗？他显然也对主控系统充满好奇。你们去了也帮不上忙，我只是破解下密码，下载点资料，等以后局势稳定，你们想看再看，而且我还不知道主控电脑藏在哪。安晨宇说完，转身进入另一个房间，数分钟后，他换了个小背包走了出来。我走了，你们想休息就休息，想出去走走也可以。悬浮器能记录当前位置，找不到方向时只需点一下定位，它会自动飞回，其他功能也都在控制面板上，自己慢慢学。说完，他便出了楼门，乘着悬浮器飞离了建筑。我们也去选房间吧，罗蒙提议。陈宇哥把包留在这间，我们选别的。其他人纷纷响应。走出门外，苏悠然一边走一边嘀咕，好多功能都不能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加进去许可。外面走廊两侧果然只有7个房间，每人分配一间，具体每间内部有多少套间则不清楚，但足够宽敞。众人各自进屋研究微型控制平台，学习如何使用各项设备。现在他们已无任何安全威胁，心情也轻松下来。窗户大小可随意调整，6人都将靠外房间设为观景卧室，正面墙体变成全透明玻璃，俯瞰整座城市。这座城市没有昼夜之分，光球永远悬在天空，宛如不落的太阳。手表虽然还能走动，但在这里，时间已失去意义。为了记录安晨宇离开多久，他们只留下了秒表功能。房间选好后，几人便各自散去，有的去楼顶，有的在城市中闲逛，有的前往休息园区摘果。他们6人漫步在这片空旷浩瀚的城市中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自己。此时，安晨宇驾驶悬浮器返回来时的车站，乘坐飞行器进入另一条通道，前往尚未探索的区域。第一个通道尽头依旧是城市，他转向左边的通道，同样也是高楼林立，没有特别发现。几天后，他在城市中找到了水源处理中心，一个庞大的机械厂，全天候运作，基地循环提供清洁水源。这一系统显然需要强大的能量支撑，数万年的积累，这里一定储存了大量能量。安晨宇喃喃道，难道主控电脑藏在地下？他仰头看向空中的光球，心中若有所思。几分钟后，身体缓缓升空，直飞光球上方，飞至500米高空时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思维警告，请出示1级授权密码，并说明密码来源与方式。果然问题出在这，他心中了然，他并未继续向上飞，以免激活防御机制，浪费能量。闭目等待数分钟，确认系统没有进一步反应，他继续升空，飞行300余米后，一条由光芒构成的通道突然显现，笔直向远方延伸。他踏入光道，光道随即迅速收缩，
速度之快已无法用视觉捕捉。十几分钟后，到尽头出现，眼前是一道通往城市边缘的巨大通道，宽40米，高20余米，四周布满绿色与蓝色闪光。他尚未进入，青黄色的能量光圈已将其包围，引导着他向通道内部飞行。他能清晰感受到光圈中蕴藏的巨大能量，若用于攻击，威力远超地球核弹，他自然不愿与之抗衡，不仅浪费能量，还可能损伤当前身体。通道两侧布满各类能量武器，其技术等级远超2级文明，已达3级甚至4级水准。越往前飞，武器等级越高，甚至出现了5级文明的武器系统。这些武器一旦全力爆发，恐怕能将地球炸掉一半。这条通道虽危险，却并不长，仅10余公里。通过后，他看到其余2条通道也再次交汇，此处是一处几公里直径的圆形空中平台，3条光道相接于此。他缓缓下降，途中穿过200多层能量防护罩，最终降落在一座巨大的红色广场上。广场尽头有一条通往地下巨大机械工厂的通道，他没有犹豫，迈步走了进去。第96章安晨宇补充能量。走进工厂后，安晨宇沿着走廊前行，注意到两侧仅有数间房，室内堆放着一些特殊机器人。穿过中心区域后，他终于在一处独立空间中找到了主控电脑。主控系统并不庞大，仅占据一间屋子大小。控制平台位于正前方，安晨宇将手掌按上屏幕，主控电脑随即启动。约10平方米的主屏幕飞快闪现大量信息流，数据不断跳动，光速变换，已无法用肉眼捕捉。5小时后，屏幕终于停止跳动，安晨宇睁开眼，轻声自语：终极人工智能，怎么就这么点内容？更高级的系统呢？看来他们撤离时带走了核心系统，只留下了残存模块。他面色平静，但眼神略带讥讽。不过这能源系统倒是意外惊喜，很可能出自5级文明之手数万年积累下的能量，正好让我补充一下。自从醒来后，他一直没有补充任何能量，此刻确实有些饥饿。他离开主控室，穿过一条通道，向右步行20分钟，进入一道隐蔽的门，门后是一个巨型监控室，中央悬挂着屏幕，实时显示着数百项能量参数，持续跳动着。他脱下衣物与背包，赤裸走向控制台。思维连接系统后，一道通道自动开启，他迈步而入，身后随即关闭，接着又陆续穿过8道门。最后一道门后，不再是金属隔离，而是一层能量场。穿过能量屏障，他终于进入了能源核心。眼前是一个直径20米、高50米的能量罩，内部闪耀着剧烈光芒，四周还环绕着多块巨大光幕，与能量核心保持联动。这些光幕似乎使用了空间折叠技术，内部另藏乾坤。安晨宇走入其中一块光幕，随即被传送进一个浩瀚无垠的空间。这里密布着数千个巨型能量球，每个都有几十米高，光芒四溢，虽然总量还不够庞大，但纯度很高。他满意的说道，这种6级文明的能量存储方式，用在连3级都未达到的种族身上，究竟是谁在背后插手？话音未落，他便飞身进入其中一个光球，瞬间，整个人被能量溶解，化为一团青黄色能量光团，伴随光团的律动，能量球迅速收缩并彻底消失。随后，他飞入第2个光球，整个过程持续了1天。安晨宇共吸收了1000多个光球，空间也从数千米压缩至不足数百米。随后，他又接连进入另外5块光幕空间，最终吸收了7000多个能量球。当最后一个光球消散，那团青黄色的光团缓缓飞出光幕，在外部形成一层淡黄色光罩，逐渐凝聚成人形。最终，完整的安晨宇重新现身，恢复的不错。他满意的评估，能量储备已达 0.187%， 不愧是高纯度能量，仅用了几天就吸收了如此之多。他望着仍闪烁着的主能量罩，低声道，这点能量还能支撑基地运转20年，足够用了，现在该去找材料储备了。他离开能量核心，准备前往总材料储备站，无奈基地内所有悬浮器已被清空，只得穿好衣物，背起背包，飞行前往。到达后，他穿越一道由能量规则构建的折叠光幕空间，却发现眼前空空如也，连一块材料残渣都未留下。空的，他皱起眉，他们真是连根毛都不肯留啊。主控系统内除了基地结构、通道图等基础资料，几乎所有重要技术、影像与科研记录早被清除。
而人工智能系统也仅停留在中级水平，证明这座基地确实已被彻底放弃。还好，每个大区应该都有分区材料库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。虽然材料落空，但能量的大量补充让他心情尚可。他随即将苏悠然等6人的身份数据录入主控系统，授予2级权限，1级权限涉及自毁指令，不能随便交予他人。完成这些后，他立刻返程，准备去找众人。第97章捕猎需要的武器装备。陈宇哥已经离开1个多礼拜了吧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天天吃水果，我都要饿死了。苏悠然坐在官警卧室里嘀咕道。虽然他们的身体早已进化，日常能量消耗极低，几乎不需进食维持，但味觉上的单调仍让他们感到枯燥。哪怕有几百种水果可供选择，连续吃了10多天，也早已腻烦，更何况他们本能的偏向摄取肉类蛋白。你们快看，陈宇哥回来了！刘亚薇眼尖，从观景窗望见远处降落的悬浮器，话音未落，众人宛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。刘亚薇、罗浩天和罗蒙3人跑得最快，速度惊人。陈宇哥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都过去10几天了。刘亚薇第一个冲到他面前，满脸委屈。其他人也很快赶到，围在他身边。他看起来与离开时毫无二致，行囊也无变化，但其实他的身体早已不再是原来的物质体，而是异聚能量体，只是他们无法察觉而已。我去了另外几个城市转了转，了解了一些情况。你们这几天还好吗？安晨宇笑着问道。苏悠然第一个抱怨，哪里好啊，天天吃水果，都快吐了。其他人也纷纷点头附和，那就走吧，我们去捕猎区找点肉吃。安晨宇爽快地说道。不过要先去取装备。这句话一出，众人立刻兴奋了起来。外星科技的武器装备，他们怎能不期待？一行人乘坐悬浮器来到一栋约50层高的大楼前，刚看到这建筑，他们就有些疑惑，武器不是应该储存在地下的军火库吗？显然，他们仍带着人类的旧有思维模式。进入大楼后，眼前景象与普通建筑截然不同。大厅中央仅有一个小型平台，四周墙壁闪耀着红色光芒。别担心，那是保护层，没有危险。安晨宇解释完，走向电梯，众人跟随其后。他按下电梯面板上的第2层标志后，电梯启动。2楼布局与1楼相仿，中间为通道，两侧仍是封闭墙体。安晨宇连接控制平台后，右侧墙壁的红光消退，弹出7个大型抽屉，内装整套装备。大家先按我示范的方式穿戴，一会儿我再详细说明。说吧。他从一个抽屉中取出一件厚实但极轻的银灰色软盔甲，套在身上。其材质虽然看似厚重，但实际上只有半砖厚，极为轻盈。随后，他戴上一副绿色网状手套，一顶轻便头盔，又换上网状裤子。装备中还包括一个水蓝色背包、一把银色能量枪、2个扁平罐装营养剂以及一个椭圆形的银色能量识别牌。3秒后，抽屉自动闭合，红色保护墙再度启动。安晨宇站在众人面前，开始讲解。这件软盔甲是一种高级能量防护服，属于4级文明末期的产品，可抵御6级以下危险生物的攻击。在捕猎区内，生物危险等级不会超过3级，有了它，你们就安全了。盔甲的有效时间为500小时，会自动感应生物体并开启防护。他指了指手套与裤子，这些部件主要用于防火、防水、防毒液等侵害。头盔则与盔甲联动，能防止幻觉、思维干扰与精神诱惑。有些生物具有极强的精神攻击能力，所以进入捕猎区后千万不要摘下头盔。这把银色玩具枪其实是一种神经麻醉枪，装填了特殊生物制剂，可连续发射2000次，有效射程600米。虽然威力不大，但用于捕猎足够。他又指了指2个罐子，这2个是营养剂，每瓶可维持3个月所需能量。现在打开背包。安晨宇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了背包。几个人仔细的听着这些东西的介绍，谁也不想连自己身上的装备都不了解就去捕猎区那么危险的地方。第98章超越现代的匕首与打火机。这个盒子里装的是探测联络器，把它戴在耳朵上。安晨宇取出一个红色盒子，打开后拿出一个可以挂在耳朵上的小型装置。它带有单片透明镜片，支架结构可自由伸缩，将镜片拉出后可固定在一只眼前。这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思维频段联络装置，
只不过你们的思维领域尚未开发，所以主功能无法使用。现在你们只能使用它的附属功能，探测生物危险等级。他指着镜片上的界面说道，看到上方那6个小方格了吗？每亮起一个，表示目标生物达到1级危险等级，最多可探测6级危险生物。如果一个格子都不亮，那就说明该生物未达危险标准，但这仅针对高级能量生物而言，对普通人类仍可能致命。还有一点，这装置无法探测具备能量防护的生物，它只是针对低级捕猎用途设计，真正用于战争的联络器远比这个强大的多。说完，他顺手把联络器丢回盒中，毫不在意的放到一边，而其他人则饶有兴致的纷纷带上了这种科技设备。这个大盒子里装的是一把真正的武器，他打开另一个盒子，取出一把淡蓝色的武器枪械，外观类似地球上儿童玩具水枪，别看外表简单，这是一把高能光束枪，按下这个蓝色按钮便可开火，最大射程5000米，可连续发射5000次，光束温度可达15000度，能将地球上的坦克瞬间融化，但依然打不穿你们穿的软盔甲。这类武器仅在极端危险下使用，它带有生物感应识别功能，若手未握枪，它不会走火，因此无需担心误伤。说完，他将枪固定在自己腿侧的绑带上，其他人也模仿他的动作，把枪别在腿上。虽未准备使用，但以防万一，这个装置是方位探测仪，也具联络功能，但由于你们暂时看不懂天狼星文字与图形，用处不大。他说着，又从蓝色盒子里取出一个如手机般的设备展示了一下，随后随手扔回原位。接着，他又从2个黄色盒子里取出设备，这个是标本采集器，那个是追踪器，对你们也没有用。众人一听无用，也都将它们随手塞进背包中。这个最后的盒子或许对你们有用。他拿出一个深灰色盒子，这是一种便携式水下呼吸装置，戴上它后，便可在水中自由呼吸，和空气中一样。但该设备需要接驳你们的软盔甲功能系统，只要盔甲还有能量，它就能工作。那匕首和打火机呢？这些不是常规配备吗？王战忍不住问。你认为高等文明还会用那么原始的工具？安晨宇笑了笑，指向自己软盔甲左胸处的一个小圆环。看到这个了吗？他轻轻一提，便将圆盘状物取下。王战也赶紧对照着自己胸口的结构，果然轻松将圆盘拆下，拿出你的军用匕首。王战一眼取出一把金刚匕首，安晨宇从圆盘中拉出一个纤细如丝却闪着微光的金属线，轻轻一拉，丝线从圆盘中延展开来。他举起双手，将丝线轻轻拉过匕首，当啷，伴随一声脆响，金刚匕首被瞬间切断，一截掉落在地，断面平滑如镜，众人惊得目瞪口呆。这种切割丝是高能聚合线，硬度远超任何已知金属，单手也可操控。看他按住圆盘中心的圆环，丝线立刻笔直竖立，如一柄透明锋利之刃。安晨宇拿过王战断掉的半截匕首，用丝线凌空滑动，当啷当啷当啷，在所有人眼中，那金刚匕首仿佛变成了胡萝卜，被轻松切割成若干小段，碎片接连落地。他们瞠目结舌，久久说不出话。看到这个小接口了吗？他指着圆盘一侧，拨片推开，在丝线未伸出时，只要你按住中间圆环3秒，接口内会发出500度以上的高温射流，射程5厘米，可重复使用300万次，每次持续不超过5秒。演示完毕，他把小圆盘重新挂回右胸。王战这才注意到他左胸也有一个相同装置，2个都是一样的。安晨宇解释道。众人纷纷将各自的小圆盘装回盔甲上，然后将剩余设备放入背包。安晨宇确认他们都准备妥当，便手持麻醉枪与银色牌照向电梯走去。众人亦迅速跟上。途中，罗蒙拿起手中的银色椭圆牌子，仔细打量。晨宇哥，这个是身份识别牌吧？算猜对一半。安晨宇笑了笑，这是专用飞行器的钥匙，同时具备身份识别功能。说话间，他按下电梯面板中靠近最右侧的一个高层按钮。去那么高干嘛？还带武器？苏悠然疑惑地问道。那里有城市内的通讯联络中心，能连接整个分区的控制系统。只要你们身处这片1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，都能保持通讯。电梯到达目标楼层，众人鱼贯而出。安晨宇再次激活控制平台，左侧墙体缓缓打开，弹出7个小抽屉，每人领取一套新的联络装置。
这套设备比先前的探测器更为复杂，由一个镜片、耳挂和头带组成，镜片约扑克牌大小，结构坚固，头带可牢固固定在头部，耳挂部分则配有2排微型按键。众人望着手中的新设备，意识到他们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世界，一个远远超越他们认知的未来文明世界。第99章进军捕猎区。安晨宇教会几人如何佩戴这种新型通讯器，戴上之后，其稳定性极高，哪怕摔几个跟头都纹丝不动。这套分区通讯器功能十分复杂，我现在只教你们基本的通讯方法，其他功能你们可以自己摸索。它支持思维控制，可直接连接区域主控电脑，只需用思维下达指令，比如查询某个通讯器编号，连接后便能实现实时通话。他说完便返回电梯，准备下楼，几人边走边尝试，很快掌握了基本操作。操作流程简洁，查编号、锁定目标、接通，仿佛切换频道一样顺畅。如果是成千上万人的系统，可能还需要配合更多辅助功能。他们将原本使用的耳麦装进背包，毕竟那东西通信范围太小。早前佩戴的防护镜和防精神病毒头盔，也都因技术落后而退役了。至于那副没有第3只耳朵可配的听力增强耳套，也光荣下岗。现在，除安晨宇外，每人都戴上一副镜片大小不一的高科技眼镜，看起来十分古怪，而安晨宇只戴了一个镜片，身上穿着软质盔甲，佩戴手套与头盔，手持麻醉枪，手臂上绑着微型计算机，腿部装配助跑装置，全副武装。到达1楼后，安晨宇操控平台，从墙体两侧调出7辆飞行器，外形有些类似摩托艇，但体积更大，无需把手，完全依赖思维控制。乘坐者将银色识别牌插入控制孔后，座位底部便伸出数条透明固定带，将人牢牢捆绑，哪怕飞行器翻转，人也不会掉落。你们先查看一下飞行器的说明书，我们很快出发。安晨宇叮嘱，其实无需提醒，几人早已闭眼查阅说明。飞行器不仅能自动保护成员，就算赤身裸体进入捕猎区，也不会遭遇危险。飞行器本身还配备防御与攻击系统，安全无虞。虽然信息检索速度极快，但功能太多，众人仍花了20分钟才彻底了解。睁开眼后，苏悠然以一马当先冲出大楼，虽然速度仅如摩托车，但操作灵活，倒飞旋转样样精通。王战和刘雅梦身为军人，对这种飞行器尤为喜爱，兴奋地测试各种飞行方式。随着速度提升，飞行器自动升起防护罩，以抵御强风干扰。陈宇哥，这通讯器怎么会有我们的详细资料？通讯器中传来罗蒙的声音。我已将你们的身份信息上传主控系统，你们现在拥有2级权限，除了能源系统、主控系统与核心处理模块不可更改，其余城市设施你们都能任意调整。大楼内部结构可自定义，数据库可随意查阅，捕猎区也可自由进出，若遇需要密码的区域，只需报出身份即可进入。你们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学的，不必急。安晨宇淡然解释，得知自己权限如此之高，众人欣喜不已。真的假的？呵呵呵，太爽了，我回去就把整栋大楼改成我的私人别墅。苏悠然在通讯器中嚣张地喊着，话音刚落，只见他的飞行器嗖的一声就消失在远处，其余几人也兴奋地紧随其后，只剩下罗蒙和安晨宇的飞行器还慢悠悠地飞行着。晨宇哥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罗蒙问。几天后要与国内联系，安排大规模移民，我们只有6年时间，要将全球60多亿人转移到这个基地，还要规划生态系统、动植物培育、人口布局等等，任务繁重，今后你们的工作会非常辛苦。此外，12座城市也将随着人口迁入而不断调整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啊，整个地球的人都要搬进来，6年够吗？那以后还睡得着觉吗？刘雅薇惊叫，语气中充满惶恐，其余人听后也一片沉默。他们原以为这趟只是协助探索，没想到居然要承接人类文明的未来。目前他们都已被授予大校军衔，职责自然非同小可，况且他们熟悉此地，权限又高，注定要承担更多责任。众人想到这里，神情顿时凝重了不少，当然不包括苏悠然，他从不会把责任放在心上，就算知道
他也会装作不知道，你让他管事，他肯定会翻脸。第100章捕猎区是个恐怖的地方。苏悠然对此一脸轻松，众人又羡又妒。既然未来注定繁忙，不如趁现在尽情玩乐。他们开始肆无忌惮的飞行打闹，连一向稳重的罗蒙也加入了胡闹小队。6架飞行器如导弹般穿梭天际，很快抵达捕猎区。有了层层防护和强大装备，他们进入捕猎区毫无压力。6人也不等安晨宇，蜂拥而入，空气中黄光一闪，飞行器没入茂密的原始丛林。安晨宇则慢悠悠地跟在后面，他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自苏醒以来，他一直忙于融入人类社会，从未真正休息。至于能否帮助人类迈出地球，进化为高等文明，他并不担心，最多只是多耗些时间而已。对他来说，时间毫无意义。他由无数10亿文明生物高能融合而成，是宇宙唯一的12级文明能量生命体。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探索宇宙之外的位置。捕猎区内树木高耸入云，根本看不到树顶，有些树粗壮至极，许多植物都前所未见，显然是来自外星或远古的物种。6人保持20米高空飞行，地面丛林密不透风，看不到土壤，树丛、灌木、草丛不时被搅动，伴随各种奇异叫声，野兽嘶吼，婴儿啼哭，女人尖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尽管看不到地面情况，单凭声音便已胆寒。在这里，地球上的狮子恐怕都只能当宠物。他们飞行了1个小时，所经之处有些区域战斗惨烈，有些则异常宁静，但越是安静，越是危险。连猛兽都不敢靠近的地方，自然不是凡地。快看，草坪，那边是平原，我们下去。刘亚薇兴奋地叫道。等等，不能贸然行动。王战立即制止。他出身特种部队，对危险的感知极为敏锐。来到这里后，他感觉整个环境都充满杀机，连藤蔓都可能攻击人。王战取下切割圆盘，从飞行器中伸出半米长的圆刃，切下一段粗壮树枝。罗浩天接过树枝，如纸团般轻松地抛向草坪。树枝尚未落地，草坪中突然涌出密密麻麻、盘子大小的翠绿色甲壳虫，眨眼间便将整段树枝吞噬，形成一座虫山。10秒后，虫山消失，草坪恢复如初，连一点痕迹都未留下。这一幕让6人差点心跳骤停，4位女生更是被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若非飞行器固定的牢靠，恐怕早已掉下去。连王战与罗浩天也面色苍白，草坪竟是虫巢，为何没有其他动物觅食？原因不言而喻。哦，这也太恶心了，还好没降落。苏悠然脸抽搐着说完，立刻抽出腿侧的高温光束枪，对准草坪疯狂扫射，光束瞬间击穿地面。他们打开了通讯器的辅助视觉与慢镜头系统，这才看清那片草地根本就是一个虫海。苏悠然开了几10枪才算解气，转身驾机离开。直言待久了心里难受，其他人虽也想开几枪，但想到那些虫子便反胃，最终纷纷离开。又飞行了几分钟，他们终于发现了第1只猎物。他们的思维联络器虽然无法完全运作，但仍能探测生物危险等级。数据显示，这只鸟连1级危险都未达到。它身形巨大，像是进化版的鸭子，高达2米，翅膀宽阔，却长着一口牙，显然是肉食性鸟类。这只鸟会不会好吃？众人望着那只大鸟站在树枝上，一边观察下方，一边蠢蠢欲动。